来看一下，川习会现在确定了吗？白宫这边是率先来公布正式的时间跟地点哦。那这边是美方哦，感觉一直释出消息有没有？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政治讯号出来了，因为其实习近平这边没有释出太多这个positive 的一个消息出来，然后当然也没有 negative 的消息了。那这样，川普就说呢，有信心会和习近平达成一切的协议，包括黄豆，包括稀土，尤其是稀土这个东西，根本就是踩在美方的痛脚啊！美方当时就是政策错误，他们本来呢是自己有稀土的，但因为他们就觉得啊污染多嘛，然后就给这个大陆来做了嘛，结果现在大陆掌握70%的这个稀土的一个状况，这个资源呢，所以呢，现在稀土可以就是说就是它的痛脚啦，尤其你要开发这个 AI， 你不能没有稀土嘛。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中峰会前呢，真的紧张就升温了。那川普当然呢，一方面释出消息，一方面就要说，好，如果呢，这个谈判呢破局，我就是要苛征100%的关税啦。那当然他是这样喊啦，那他口也好几次了，所以呢，也不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呢，他甚至还说会再起301的调查哦。那不过呢，你就看到了，就是这样子。一方面呢，他表现我真的是很想要谈呐。那一方面又说，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结果的话，我就怎样咯。好，那我其实呢，两方的这个美国跟中国目前的态度跟他们的外交走向差很多。因为美方呢，川普我们知道他就是直觉外交嘛，但是习近平他一直很沉稳哦，就像现在他都还没有主动来释出任何消息哦，所以他是缜密计算的这方面两方真的是差很多啦，所以是不是能够赢得最后的论述真的很难讲。那我们再来看到呢，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认为呢，对北京来说，现在我就是争取时间，你要去呛你的，你要去跟这个拿着关税向世界在这边这个宣战都无所谓，我现在最重要就是我集中这个自己的心智来发挥我们自己的 AI 科技战，我要把距离拉开来，取得这一块的主导权。那至于你川普要怎么闹，那是你的事情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美高层的磋商，现在呢，网络上头疯传杨洁篪的这一段话。好，那我们来看到呢，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大马哦，他们要来进行这个和美国新一轮的这个经贸磋商就会登场了。好，其实大马这边哦，他们就是在非中非台的路线当中来了一个这个不结盟的一个中立路线哦。其实在这个科技的廊道上头哦，在这个新马地区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机会。好，再来看到2021的阿拉斯加中美高层的战略对话，这个瞬间呢，就是他们直接就说出了中国的立场。杨洁篪跟王毅他们说了非常直接的话：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中方过去、今后、将来都绝不会接受美国方面的无端的指责。同时，我们要求美方要放弃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这种霸权的行径，这个老毛病应该改一改了。这段话在微博上是热搜度非常高的一个状况尤其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好，所以呢看得出来，他就说你这个就是老毛病了，改一改吧，我们根本就不甩你。中国方面就是这样的态度好，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再来看到刚刚跟大家说的，中国掐住了稀土的命脉。那美国方面他也跳脚啦，那如果真的谈不拢怎么办？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嘛。所以呢，找到了澳洲这边，可是澳洲人家大陆这边占了70%，澳洲能占到几成真的能够补足这样的一个缺口吗？那如果以前嘛，美国是在加州那边有一个这个稀土的生产的地方嘛，你现在就算我要卷土重来好了，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卷土重来虽然这个加州州长他最近已经开始有一些放宽他们所谓的环保禁令，但是你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链，你有没有办法回来？很难讲。好，再来是取消中国电动车关税，加国的总理期盼跟习近平碰面。你美国现在是把各国推到旁边去，中国开始跟大家来握握手了，所以看到
加拿大这边也释出善意喽，李在明更不用说了，他就说不能把中国拒在门外啦，所以韩国也很表明了，我们也是要继续跟中国来往的哟。好，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新加坡这边黄循才就示警了，后美国秩序的过渡期即将来临，会面临非常混乱的一个10年的一个局面。好，混乱归混乱，但是国际的局势瞬息万变，大家该交的朋友还是要交。永明老师，我们怎么看？就在今天下午2点55分，中国大陆外交部的网站以及他发言人就公告，应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3天赴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会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领袖会议。但没有讲到说会不会跟川普见面。不过，川普来到亚洲是从26号到30号，26号先到马来西亚去参加东协高峰会，然后27号到日本待2天。为什么待2天？因为他要跟日本的天皇见面，接受皇家的招待。川普很喜欢这一套对，他到伦敦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他第一次执政也去，第2次执政也去所以英日的2个皇家要接待来自于美国的皇帝不对，美国的总统那样子，所以然后呢，他会跟高市长们见面。那29号到韩国会跟李在明见面，他30号他已经公布了会和习近平见面，然后见完面之后呢，就会返回美国，就不会参加接下来的 APEC 的领袖高峰会所以我们那个领袖的代表就是林信义先生就碰不到川普了这一次。川普来亚洲这次戴了3个面具，当他到东南亚的时候，他是大哥面具，但大概除了菲律宾，没有人把他自己当作是美国的小弟了，尤其是马来西亚跟印尼。然后呢，当他到了日本跟韩国的时候，他戴着债主的面具，他是来讨债的。你跟他签了3500亿、500亿、5500亿的投资，你要来预付或者是怎么样投资我美国。然后当他见到习近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谈判者，一个对等的这个谈判者。但是呢，现在感觉上，我们的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这个谈判，其实美国越来越处于不利的这个趋势，而中美之间现在已经进入到我把它叫做卡脖子大战。过去其实是美国在卡中国的脖子从川普的第1届开始，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尤其是在芯片、先进制程扩大到设备、软体等等之类，一直到9月、10月还在这么做，卡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脖子，要打压它，不能挑战美国。但你看8、9年下来，中国其实技术自主，走出自己的路，在成熟制程的晶片上面，根本中国已经领先全球。那但在先进制程还是处于卡脖子。那美国还有什么可以卡脖子呢？关税。他说我要克你100%，加叠100%，额外100%，因为现在大概平均33到55，因此他说加起来157。不要忘记，今年4月份呢，他也讲过145到245，一个月不到他就降下来，因为他现在跟中国买的东西是必须要买的，所以现在中国倒过来，大豆跟稀土卡美国的脖子，而且是真正会让他停止呼吸的卡脖子大战。现在已经进入到经济冷战后美国秩序的过渡期，大概10年。这黄群才讲的，这一次绝对不会有什么绝对一劳永逸的解决，但至少双方见面，元首外交，避免真正的经济冷战走到极端。可是各位，我觉得整个经济跟科技的这个竞争冲突会越来越激烈的。尤其川普总是拿着关税的问题在那边挥来挥去。老实说，我如果是日韩，我真不开心。没有人把人家弄惨了，又怪人家不站起来，好吗？洪庭议员，我们怎么看？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讲说，这个川习这一次一定会见面。那见面的原因不在于就是双方彼此有多想见到对方，而是彼此都有不得不去的理由。中国大陆是明年 APEC 的主办国，所以它是明年的主办国，它今年一定要到南韩去给予南韩相对应的支持，这样明年大家也才会挺它。那再来就是对川普来讲，
我不能错过 APEC 啊！我如果错过 APEC， 表示什么？表示我几乎错过了所谓的这个岛链所有领导者的这样的一个聚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不就把这个整个舞台都等于让给习近平了吗？那特别是我还跟习近平在所谓的关税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其实双方的见面是一定的，只是双方见面了会谈些什么。那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基本上双方这一次的见面应该是彼此之间的一个软着陆，也就是说，虽然前面大家都在打谈判的筹码，彼此之间较劲，不管是301啊、关税啊这些，然后稀土啦这些东西拿出来，可是实务上其实彼此都想要拖时间啊。那特别是中共想要拖时间的那样的一个意图又更大。我觉得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这不是川普第一次对中国展开所谓的贸易战的攻击，在他的第一任其实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双方彼此之间经过了非常多次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到最后一路谈到川普这个卸任哦。那最后那个时候是在讲拟平贸易逆差嘛，结果最后中国承认就是说好，那我要拟平贸易逆差。可是他最多也做到58%而已，所以他其实也没做完，因为他很清。那这一次是在讲关税，那他更清楚，就是说，如果你美国这样打下去，你真的执行了，其实倒霉的是你美国自己啊，倒霉的是美国人自己，美国自己的消费者，所以他更抓住了他的脖子，告诉你就是，第一，我拿稀土出来，是我把这整件事情上纲到了国家安全层次，你不要借由所谓关税这样子的一个贸易战。然后你想要做封锁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中国大陆很早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学者也提到，就是说你要抽关税可以，但你不要违反了 WTO 底下的非歧视性原则，因为如果所有人的关税都一致的话，那不影响供应链的 placement， 就不影响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见面看起来事前虽然剑拔弩张，但我认为事后会比较和缓。那最大的原因来自两个，就是说，其实川普这一次来，特别是日本这一块啊，你要想想看，高市早苗才刚当选，那川普就来，马上认可了他的位置，未来日本要多出多少筹码？那这一次中国看起来是赢了，掐住脖子，可是以中国领导人跟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不会希望在国外像是普丁那样子两个人开一个联合记者会，这个在中国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川普爱偷袭人的这个特色太强烈了。中国没有办法接受领导人被偷袭，可是中国欢迎什么？中国欢迎川普去在我的地方去做双方的一起的共同声明。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一次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什么？明年1月，邀请川普到北京，正式的去谈一个大家认为说大国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契约。所以在这个川习会，这一次在韩国的这个川习会，我认为其实是走个过场，最后会软着陆。那双方会谈出一个不痛不痒的延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主要的重头大戏是 delay 到明年。那明年到底会怎么样做？那我觉得这个就有待于这个中美最后到底要谈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里面。这个局铺很久哦，现在是个引军入瓮的阶段。董哥，我们怎么看？因为中国大陆过去吃了川普很多苦头，2018年的中美贸易大战那时候猝不及防。那当然他把华为然后那个中兴这些东西列为首要目标，然后就一系列的。那川普认为说，你看我们那时候给中国大陆一个迎头痛击，你看真爽。可是他没有连任了，他没有连任啊，他现在又来了，他用那一套，发现中国大陆已经今非昔比了。对很多事情觉得不太鸟他，为什么？因为你川普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言而无信，你跟人家签约不算，你口头讲了也不算，那到底我们要跟谁谈判？是不是？我们会信守承诺，你不会，那我们不是永远吃亏吗？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有普丁就是习近平跟普丁是全世界展现的，就是只有我们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其他每个地方都是啊。你看出来就这样。那川普当然他自己心里有底，好像现在大家也越来越不理他了。包括他跟普丁给他最高规格，结果普丁回去照样打，他现在不晓得怎么办。那习近平这两个他总要解决一个吧？习近平的底气比川普比那个普丁看起来还强。大家看了中国大陆今非昔比啊。那我们其实知道川普一上任祭出的就是关税啊。现在全世界只有台湾还不晓得跟美国的关税实际上是怎么样，人家都公布了，我们
在人家公布已经快2个月，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美国把它拿来做筹码，还没有跟川普还没有跟习近平会面之前，这些都是筹码。所以我们现在真是忐忑不安，大家也知道说很不妙，传统产业会很惨。那我们知道他们上一次的幕僚会议是在马德里，马德里谈了以后就是美国又出手了。为什么中国大陆要用稀土来做抵制它？美国提出了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让中国大陆好几家公司、几千家公司都受影响。第二个呢，他又实施了一个，你只要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船只，各国哪一个请中国大陆制造船只，我在你的货物都课重税，这个让很多人就不敢去给中国造船啊。那中国大陆造船是全世界最强的，所以他要用这个来打击，所以中国大陆很不爽那他从过去你用晶片来威胁中国大陆，我现在就用稀土，它的背景其实是这样。那现在川普其实是完全没有辙啊！我告诉你，现在万圣节到了，招下去圣诞节又到了，这些完季以后怎么样？它一定会让整个美国的欢乐气氛大为减色啊！他下来，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我觉得川普现在觉得说，这个人好像不是过去那么好骗的。那这回他应该发现中国大陆的底气已经不一样了。好，确实真的今非昔比了啦。而且老实说，你关税喊到一个程度以上之后，真的没有人想要管了，因为没有意义了嘛，就随便喊了嘛。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呢，现在真的是不是被看破手脚了？美军会不会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到美军秀这个肌肉，美国的 B-1B 的这个轰炸机飞越委内瑞拉的一个海岸好，那这已经是美军的1周内第2次这一类的武力展示咯。那我们看到哥伦比亚这边的这个总统呢，裴卓就很不爽，他就说我可能考虑要来驱逐美军跟这个 CIA 的特工了。好，因为川普放话说下一站陆地嘛。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呢，这个裴卓就说希望可以终止美国在哥伦比亚的军事跟情报的机构驻扎。那川普呢非常的生气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他就说。裴卓这边就说，是因为我不支持派遣军队帮助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啦，他就是不开心嘛。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到呢，川普现在对他们的美军其实感觉就是说我们支持军人啊什么的，但是实际的这个牛肉都端不出来。好。这个川普说有富豪捐了1.3亿美元来帮助美军的这个发美军的这个薪水嘛，来化解他们现在政府关门的这个薪资危机。现在有富豪来帮你捐那下一次还有没有？尤其我们还看到他现在还豪砸了好多钱，把这个白宫的东侧那边东翼那边不是就拆了吗？要盖他的豪华宴会厅，他也说这个都是人家这个很优秀的企业捐的不知道是捐的还是被他威胁不知道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呢。现在有人捐，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人捐可是呢，相较于美军这样子一个捉襟见肘的一个情况了，人家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是怎么样嘞？4中全会它已经列出了3步走的一个战略了。好，我们来看到呢，首次测这个电磁弹射器弹射器陆076型的无人机航母这个进度也已经出来了，而且呢，他们还完成了首次的测试。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在他们的社群媒体疯传的一张照片，就是舰上最先进的发射系统好，这个不是船坞的内部是直接有这个照片出来了。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打造所谓的智能弹药，专门针对坦克集群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外观就很像一个小铁罐啦。那作为目前呢率先部署的一个智能弹药，拥有很惊人的威力。那专门呢是针对所谓的坦克的一个装备，可以非常快速而且精准的来做一个打击。好，再来我们就来看到美中对呛。越来越直接。好，美国大使指责中国窃取他们的 F-35的技术，但是我们来看到高志凯又说：“拜托，我们的战斗机比你们还先进。” The Chinese companies steal $500 billion a year, $500 billion a year of IP from the U.S. They stole the F-35 plans. They forced their students to spy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President Trump, couple of months ago, announced the F-47, the most advanced plane. Now, China has 2 versions of that. It's already in
production, the Chinese technology are real cutting edge. It's not achieved by stealing anyon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cause you simply don't have the technologies we have. 哦，人家这个机器人也走得好前面哦，现在还可以穿上衣服来跳 K-pop， 到的就是韩国的大邱哦，人家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这个非常流畅的一个动作的技能的一个展现了。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人家也到了中国来进行访问。企业进到这个中国来访问，发现的是什么？工厂里头没人，靠的都是机器人。哇，企业一看，我们就没什么好比的嘛，好，没什么好说的了。好，再来看到呢，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非常先进，在大陆的技术，真的矽谷的精英也是赞叹的。AI 科学家李开复就表示说，全球几乎无人能敌，而且呢，不只是技术先进，人家价格也走在很前面。现在呢，中国机器人新创公司推出适合家庭用的$14,000的人形机器人，所以换台币大概就4万多而已。这个价格其实呢，非常的有竞争力哦。永明老师，我们怎么看？我想买一台。买了告诉我们好吧。各位，你知道吗？川普啊，前一阵子被人家说你是第3好总统。他说：“什么意思？”他说在华盛顿跟林肯之后，你是排名第3的，就对美国人而言，就表示你是最好的总统了。因为华盛顿是开国总统，林肯是赢得内战，维持美国的统一。结果他很不高兴，他说：“我是最好的，我结束了8场战争，而且可能马上会有第9场。”大家马上就愣住了，这个楼就歪掉了。第9场在哪里？是不是委内瑞拉？川普已经在预告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来讲到，就是美国现在军人拿不到钱，那各位更严重的问题，各位你知不知道美国人口多少？3亿4千万人口。平均有大概14%人每天是靠领食物券，也就是政府发的叫做这个食物券，它叫 SNAP， 然后呢，这个食物券4200万人在领，可是呢，这些有钱的人，你看川普的这些金主，是包机出国玩呐，不得了。还有钱可以捐1亿3千万给美国的军队发薪水，美国的贫富差距，你在台湾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你觉得台湾现在贫富差距已经很严重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美国的有钱人到什么地步的。但是美国的穷人4200万是靠领食物券，而且越来越少，因为他做那个大而美法案，补助好多，所以要砍这些问题。所以美国现在它内部的经济内政，然后对立非常严重。那你现在就看到，在中美之间的，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是贸易战，那这个科技战呢，当然打到今天都各自在卡脖子。我刚刚讲叫卡脖子大战。纽约时报，各位，我跟大家报告，你看我举例子，我举一些数据，我都不用大陆的东西，我也不用台湾的报道，我用美国的数据，我用美国的报道来告诉你，纽约时报昨天的一篇文章，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科技的记者，他的标题就叫做“矽谷痴迷上了中国”。那标题就这样写：美国科技界迷上了，羡慕中国。因为在矽谷工作的这些人，在美国的科技业，现在看到中国的基建科技、硬体 AI、城市治理的发展，然后呢，越来越多美国人去中国旅游回来，在网上拍的这些东西，这已经不能骗人了。因为过去这些网上刚开始用的标题都是“你被骗了”，也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其实现在美国才开始在反省。那特别的 AI 上面，美国是在企业 AI， 为什么要少用人？中国却是 AI 加硬体加上制造业，所以李开复才说全球领先，大家不可能跟得上。因此，4万多块台币一架机器人，我也想买一台。中国科技已经往前在走了，结果美国总统还在制造冲突、解决冲突，我好棒棒！你觉得这样合理吗？进广告。
续回到大白话现场，我是詹淑涵。好，当然呢，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大陆方面在这个机器人的整个的科技的领域呢，突飞猛进的一个状况。洪庭议员，我们怎么来看？我觉得这个就反映了过去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哦，像刚才新加坡有提到，就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改变。然后你看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不管是哥伦比亚跟委内瑞拉。那美国有 B-1B 的这样的一个轰炸机飞越了海岸，或者是 CIA 在里面做这个部分，那都很明确的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国际秩序正在改变，而且改变的是你美国，是你川普。坦白讲，哥伦比亚喊话说要驱逐美军的这个 CIA， 这个大家在电影上其实应该常看到，这只有一种理由跟一种解释，就是你在未经我许可的底下，你应该做了军事行动，而且被我发现了。所以我要喊话要驱逐你，因为你不尊重我的这样的一个领土跟所谓的管辖权。那你可能为了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攻击的目的，不管是为了毒品或为了什么，可是你尊重当地国这件事是非常重要。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就一样的问题，就是当全世界都在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制造能力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回到过去全球化的时代？有效率，然后谁会做，谁负责研发，谁负责制造。因为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现在想要把它的制造搬回去美国，可是美国真的没有这个条件，他的人、他的劳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没这样的一个所谓血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在制造的问题上面，你贸然的去进行所谓的这些零件上面跟科技上面的封锁，结果最后被 Paul Krugman 这个诺贝尔经济学的得主讲说，川普，你在封锁你在做任何的这个跟所谓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之前，你要想清楚，为什么现在中国做机器人这么厉害？因为它有很多的零组件跟它的这些供应的这些我们讲零件 components 这些，只有中国有啊。所以除外企在这上面，我虽然可能有足够的研发能力，可是到最后有些东西绑在中国手上，那我不得不给他做。所以Paul Krugman 在讲的就是，川普你打人家之前，你要掂掂自己的斤两。你在没有掌握这些状况之前，贸然的这样打下去，只会害到自己。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最大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制造为什么大家到现在矽谷还会去感叹的最大的理由。不要到时候伤人没伤到，伤到自己。进广告。好，回现场哦，董哥，我们怎么来看这样整个一个中美的一个状况？其实大家看中美现在当然因为川普明年要去访问嘛，很多人会关注说，那台湾会怎么办？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詹淑涵。那首先也当然是要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资深媒体人董士森。是淑涵你好，大家好。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好，台北市议员徐宏庭稍后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现在呢，我们当然要来看到的呢，就是赖清德他被 Time 点名哦，说是一个危险的这个鲁莽的领导人，而且呢，现在呢，当然赖政府很希望可以让台美的关系有突破，所以现在是不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在跟这个 MAGA 的网红试图呢要来联络，试图可以打破这样子目前的一个僵局哦，所以表示说可能正式的一个管道好像已经走不通了，开始从这个 MAGA 的网红来下手了吗？好，现在呢，我们还看到川普2.0的华府其实有动摇的一个迹象，就是过去对中很鹰派、很强硬的这个派系的群体，越来越退居幕后，而且不参与时政了。现在大家当然都人心惶惶，很怕说，因为川习会就要来登场嘛，在南韩的这个 APEC 的一个部分，那就大家很担心。会不会台湾就变成两大国桌上的这个菜肴哦，变成一个筹码吗？那驻美代表处当然就说啊，没有任何迹象啦。那于大磊就说啊，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们会被当成交易对象，那将会和美方的行政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那其实我还记得哦，之前有新闻画面，记者也是直接就问川普，但是川普他是说，我不对这个问题来做回应。其他的态度是闪避的哦，
哦，也不说死，那也没有否认嘛，那大家当然就很慌啊。那经济学人也直接就说了，好，那如果不管嘛，如果说川普撤手的话，你台湾有没有 Plan B？ 好，如果你没有备案的话，那怎么办呢？好，要是没有美国，你也没有更好的 Plan B， 那未来在哪里？好，现在呢也提醒美国要留意赖清德路线咯。智库专家就说，勿忘台湾是全球最危险的引爆点啊。其实我相信川普政府也没有忘记这个点啊。如果他忘记的话，就不会一直在想说，赶快扶植英特尔，赶快希望很多晶片回到他们国内啦。好，那再来我们也看到呢，华府智库的国防重点亚洲计划主任，他也专门来提到，台湾真的危险。那台海局势已经不稳了，核心人物就是赖清德。那再来呢，他认为美国呢应该要把真正的太平洋地区的防务重心放在的是什么？澳洲、日本、菲律宾跟韩国，这才符合现实。没有点名台湾哦，台湾不在这个地方哦，台湾并不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哦。所以呢，既然不关乎，我们就没有必要为台湾来涉险了吧？这会不会是背后的一个意义呢？好，再来看到陆委会呢。现在是在帮助赖清德壮胆嘛？陆委会的民调，这个民调说75%的民众支持赖清德国庆谈话以及两岸政策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详细的这个民调是哪里做出来的啊？这个是陆委会的民调，它怎么做的我们不太清楚啦。好，再来看到美丽岛的民调，53.2%反对牺牲生命抗中，58.3%认为两岸交流能够维护安全，好，不想要牺牲生命。然后呢，希望两岸可以交流嘛，那所以说大家还是爱惜生命的一个状况。再来看到国台办呢设脸书，那陆委会这时候就开酸啦，说啊，那我们就不能开微博呀，好这样酸回去啦。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国台办的脸书账号上线，结果绿媒啦、青鸟啦，全部都嗨起来啦！哈，我们看到包括李正皓啦、史书华啦，也都纷纷留言啊，大家都很嗨爆啦。好，再来看到川习的碰面，好，那台湾没有 Plan B， 那是不是国台办设这个脸书账号又非常的着急起来了？那现在呢，连所谓的台湾有猪瘟也要怪中国吗？好，我们来看到说林楚英说啊，中国集运很危险啦。他提到说，过去中国的种子就违法闯关嘛，那现在说有可能啊，你就换成中国的猪肉啊，有没有？然后集运包裹呢，其实是一个大漏洞，连这个都要扯吗？好，那之前现在好像定调说是厨余嘛，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嘛。那现在又在说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了，那是不是我们要向中国来取经非洲猪瘟的防疫经验呢？那陆委会就说没有必要哦。那他怎么说没有必要呢？他说没有必要跟对方学太多啦。譬如说武汉肺炎，台湾就做得很好啊。但是呢，如果中国这边想要相关资料，我们不会小气，乐于提供。我们是骄傲的台湾人怎么可以跟中国大陆这边要经验呢？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猪瘟的时间点，其实也蛮奇妙的，就是呢，莱尔校长骑着猪猪来喽。那这下刚好台湾有非洲猪瘟的疫情，是不是进口美国来猪？这时候就有正当理由啦。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应该是 AI 模拟的动画嘛，相当的有趣，有没有？那川普的载着一堆这个来猪来啦，那我们来看到莱尔校长就很开心骑着猪猪来出发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是恶搞的啦，那但是这个其中呢也显示出台美关系之间比较不健康，那又比较呢难突破，然后呢又好像有点被绑架的一个状况哦。永明老师，我们怎么看？你看现在川普找不到跟赖清德找不到跟川普沟通的管道。现在去找这个网红，其实不是个烂招，因为川普吃这一套。真的吗？他真的吃这一套。OK，他很多这种所谓私下有人，曾经选举过也输了，或者是说是网红，往往都是他白宫的这个座上宾。那基本上你能够帮我带来支持的，他就会去听。可是你在对外交政策上、对台政策上、对中政策上，他会听网红，我倒还是没听过所以已经真的是没有管道。那可是另外同一时间，我们今天大概就大家讨论过了，美国的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居然有一篇说要小心赖清德的这种挑衅政策造成两岸战争，把美国给卷进去。这篇文章这样出来，让整个台湾翻了美国的主流媒体的这样一个警告。然后呢，你就回想到
就在1-2个礼拜之前，美国的兰德公司，这个是美国政府出资的一个重要智库，它的报告居然说，避免美中在台湾议题上产生直接的冲撞，要让中国大陆相信，渐进式的统一政策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哇，这怎么回事？那同时我再提醒大家，在上个月，美国的主流的杂志、报纸就说，美国的战争部以前叫国防部，他现在一个新的战略报告会采取战略收缩，因为看到中国大陆的93的阅兵以及整个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核子武力的提升，美国拥有5000颗，中国大概现在600到1000颗，但是呢，陆海空的洲际载具都可以打到美国任何一个角落20分钟之内，所以呢，现在美国就要采取战略收缩，以它的本土防卫为主。我们有没有看懂这整个中美的竞争对抗？当然，不要搞错，美国现在在经济科技上跟中国强力竞争，而且非常激烈，不逊色于一个战争。可是呢，在台湾这一块，的的确确就会出现，双方都在做管控，双方未来可能都会在做共管，避免把双方卷入进去。因为像俄乌战争，还有北约国家，还有跟这个乌克兰接壤的这些国家，美国、北约国家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直接把武器送进去。那你说在台海战争发生之后怎么办？美国用什么方式介入？很困难。所以对他们双方最大的利益就是避免发生战争。结果现在发觉到，可能赖清德真的骑那个来猪就来了。那我们居然有立委说，这个是不是中国传过来的？对不起，农业部昨天的报告就很清楚的讲，台中非洲猪瘟病毒初步分析与越南相似度高。就是政府自己讲了，你们拜托姐，你自己看看农业部的报告好不好？它是整个从厨余里面去做分析，说和越南的病毒株接近你现在一定要牵拖说这是中国来的，然后呢做这个给就是陆委会说我们不需要他的经验，如果他需要我们给他，你拜托你，我们现在正在面对任何一方面曾经有处理过这个问题的这个非洲猪瘟，从非洲开始一直到欧洲，到俄罗斯，到中国大陆，到越南，现在终于来台湾，你不觉得大家处理经验都可以参考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的高调？你为什么要这么抗中反中？到甚至连猪瘟都要去牵拖？明明农业部就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美国这些学者智库担不担心被你卷入战争？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明年要选举28年要选举赖清德凭什么40%会赢到50%？所以他会用各种这种招数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到川普要去跟习近平见面了，那会不会谈台湾的问题？担心到只好去找网红。我觉得真的是，他应该多吃点安眠药。他真的晚上可能睡不着，担心台湾的未来，所以呢就找网红。这已经是极其不可思议。我们的驻美代表于大雷也在前2天说，这个我们买了66架的 F-16，已经一拖再拖，拖到明年。他前2天就说可能会再延。所以到底台美之间，你赖清德是取得怎么样的沟通的管道，怎么样的信任关系？你不都是把台积电1650亿都端过去了吗？你不都是接受了20%还加叠的关税吗？所以现在变成是，到底美台之间是不是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两岸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这个让我们就感觉到，还好国民党的党主席出现了一个两岸和平的主轴，延续的大罢免，拒绝这个抗中保台的这种论述，台湾人民还是看得懂、看得清楚的。好，洪庭议员，我们该怎么来看这样子一个状况？我觉得我最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还看不清楚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动作越少会越好。所以你看赖清德最近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比较照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整个
国际局势在美中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赖清德频频的在出招。比如说，你看他在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是不是讲说，如果川普能够把我们这边的和平维持住的话，那我相信他一定拿得到。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这个人现在还拿不到这个奖，他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完，他才拿得到。所以第一，拍马屁根本就拍在马腿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其实当赖清德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止自我阉割，因为坦白讲，两岸的事情应该两岸自己解决，而两岸的事情两岸自己解决，在当年雷根总统的因应所谓的这个中美的这个第三公报，然后所做出来的6项保证里面，第4条很明确啊，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就是美国不介入。美国不会为台湾跟中国中间去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调停的这事情，所以你等于明确的去违反了他们所给我们的承诺。那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也难怪后来你看，在美国有一些智库里面就讲，就是说赖清德跟他的童子军国安会们看起来在做很多事情上面是鲁莽的。那回到这个月，当赖清德一开始放风声说，我们中美关税会有好消息。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欢欣鼓舞，就是说啊，你们总算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了，看起来你们好像真的有一些好消息，所以你才要讲。可是如果你认真的去看赖清德的这些动作，你会发现，如果赖清德一面讲说我们关税会有好消息，一面又说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管道，所以我必须要去找网红，那你会信我们的关税真的谈得到一个好消息吗？看起来好像不是嘛，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很强的管道，你就不需要去跟网红做沟通啦。那如果你都已经跟网红做沟通了，你凭什么讲说我们的关税会谈得好呢？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你做越多动作，只会让人觉得你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上面看起来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一直在寻求方法，而在这个寻求方法之中，大家现在只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坦白讲，当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要靠网红，然后去寻求所谓网红的支持的时候，你以为你在找网红的时候，你不会得罪所谓的传统精英派吗？那真正的政策是传统精英派在决定，还是网红在决定？网红或许可以影响川普的一些观察点，或者是川普的注意力，可是网红毕竟没有办法到最后，在整个国家安全政策里面，真正的去到落实这个层次。所以你现在到底是要取得他的注意，还是真正要为了保护台湾而做所谓的落实到政策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赖清德都讲不清楚。所以从他这些动作里面，我只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非常的危险，而且他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他一直在做很多动作，可是这些动作都是互相矛盾的，这会让我们非常的担心。接下来美中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会不会真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人家交换的筹码了？真的是人心惶惶，而且整个步骤啦，或整个方向啦，也说都说不清。董哥，我们怎么看？对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台湾最恐慌的当然就是非洲猪瘟嘛。民进党政府恨不得他改名叫中国猪瘟。但是事与愿违，为什么？刚刚永明老师所讲，它就是跟越南的病毒株是相似的，而且核酸的系列也一样。大家其实如果就这样来看的话，大致上都有一个轮廓，从境外一路，而且这境外就是越南，然后辗转再到台中，所以现在民进党那些青鸟死灰复燃了，他们从马太安那边再转进到这里，然后开始了复活了，开始攻击卢秀燕，大家看了，其实将来台湾都会受到这个青鸟不时的骚扰那刚刚永明老师讲说那个林主任他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做球给陆委会。不是做球，他们是夫妻啊，你不知道他们是夫妻啊。太太做球给老公，然后老公就出来讲，我们有丰富的新冠病毒，他将称武汉肺炎说有我们这样丰富经验，我们不会小气或怎么样。如果我们的 COVID-19 这么成功的话，陈时中在台市就不会落选了，对不对？陈时中怎么会只有拿42%的选票啊？为什么？32%的选票，为什么？因为大家看清楚，原来你们借着新冠病毒里面在捞钱嘛，民进党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自己袒护了一些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新冠病毒那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口罩没口罩哦，要排队，要 QR code， 对不对？要疫苗没疫苗，结果证严法师好心说送给政府500剂，郭台铭说送给政府500剂，总共还有台积电1500剂，政府把他阻挡，不阻挡他，不给他来，为什么？因为他保护他自己所培养的高端啊。你们打了全世界最好的 BNT， 怎么会打我高端呢？对不对？就是这样逻辑，害死多少人啊！各位朋友，你想这个真是令人发指。我告诉你，那就是人命啊！我们今天还可以拿出来讲，哎呀，愿意把这个经验给中国，让他去学习。老实讲，有没有这个脸嘛？好，那我来讲哦。其实我们赖清德政府现在是走投无路，他表面上好像很风光，他现在就任已经1年半了，他连川普都没有沟通管道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的重兵部署包括川普。跟贺锦丽在选举，我们的重兵部署都在帮贺锦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拜登政府时候布很多线嘛。那时候萧美琴就是驻美代表，布很多线。那时候的赵怡翔就是驻美的政治组组长，大家这样。可是没想到川普当选啊，川普当选大家就慌了我们的过去布的线完全没有用。川普不但不用过去拜登的人，而且痛恨那些人所以我们就想方设法，第一步就找谁？找川普第1任时候那些跟国安相关的然后我们就很得意赶快引述他们的，邀请他们到台湾你知道川普时代国安最高的人叫波顿最近被川普把他起诉所以你的写书里面都泄露国家机密，被川普把他送法办，而且还被起诉了川普第1任的那些东西他那些人他一概不用他现在用的都是新人，所以找网红也是一条路了大家记得那时候柯 P 当台北市长中央派了一个警察局长叫张荣兴来柯 P 很不爽都没有知会我，怎么讲？季节跟他见面，后来呢？后来我们张荣兴又在干警政署长，他很聪明他找到柯妈妈，柯妈妈穿针引线，后来2个就见到面了，真好笑台北市警洪庭当台北市议员，对这个一定会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因为柯 P 很中意邱风光，他认为说你为什么不给邱风光继续做？当然有这样的背景。那我讲赖清德现在不爽什么？他没有办法到美国的本土，对他来讲很大的强伤，所以他叫赵怡翔，你台北市议员不要当了，才第一次当议员，当2年不到，你不要当了，你到国安会来帮我去穿针引线，现在也没办法，所以现在国安会跟外交部就势同水火，就这样。因为赖清德认为你外交部根本没用嘛，我连去美国过境都没办法，我要去巴拉圭，要瓜地马拉呢，还有贝里斯都讲好了，你知道那个总统都已经对外宣布了当地的总统叫贝尼亚，巴拉圭的总统对外宣布，赖清德8月中旬会来，都宣布了，现在已经10月底了，他就没办法过境赖清德那时候认为说可以过境纽约，然后回程的时候可以过境那个德州，结果通通没有，所以他很不爽。你这个外交部在干嘛？以前每个人都可以，为什么独碰到我不可以？因为川普不可捉摸他的好处拿得还不够，所以他现在不愿意跟你有接触。为什么？因为我还没跟习近平接触，我要拿你做筹码来跟习近平谈嘛，这是很清楚的。我们找网红也没用看起来真是又被甩了一巴掌。因为很重要，就是川习会就要登场了嘛，那你以前布的线又断了，这个他想要出访，这红毯就铺不下去嘛。